老李到底有没有错？一次对夏桂事件的冷静剖析。在拉欧婆婆病倒，老李公开道歉之后，关于老李有没有错的讨论在网络上持续发酵。有人说他太冲动，是非不分；也有人认为他是听老婆话的老实人，只是被推着做事。更有人感叹，网络伤人。老李和婆婆其实都是受害者，但我们不能仅仅靠情绪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有错。尤其是老李这样一个公众人物，在复杂舆论事件中，我们更需要抽丝剥茧，看清楚责任与动机的分界线。今天，我们就从5个层面系统分析老李在这场风波中有没有错，错在何处，错有多重。1、事件简要回顾，听从妻子安排，下跪讨说法。先还原事情大致经过。老李的现任妻子因为频繁被抹黑攻击，言语、图片、隐私，情绪非常崩溃，怀疑是拉欧婆婆一方所为。老李出于保护家庭、维护妻子的立场，在妻子的强烈要求下，于拉欧婆婆首次直播卖货当天，亲自到其门前下跪，希望对方出来讲清楚。此事被网友拍下并传到网上，引发巨大舆论风波。网友分裂，部分人指责婆婆欺人太甚，另一部分则指责老李道德绑架，公然羞辱长者。后来经查实，攻击老李妻子的幕后黑手并非烂偶婆婆，老李因此公开道歉，承认误会，承认冲动。2、老李有没有错？可以从以下5个角度来判断。1、动机层面，无错，属于家庭防御反应。老李的动机是什么？不是为炒作，不是为博眼球，不是要羞辱老人，而是为了保护现任妻子。妻子长期被网络攻击，精神状态可能已濒临崩溃。老李出于对家庭的维护，站出来说话，可以理解。尤其是在强势妻子的强烈要求下，老李选择顺从，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一种家庭中典型的弱丈夫角色。从动机出发，他没有恶意，也没有预谋，属于一个被情绪推着走的普通人。2、行为层面，失控，错在方式极端。问题就在于，下跪这种行为本身就容易激发公众误解和情绪。在中国文化中，下跪不是普通表达，它代表极端屈辱、控诉、苦情，甚至道德施压。一方面，公众会误以为老李被逼到绝境；另一方面，也会误解拉欧婆婆压迫国人。而最严重的是，老李的行为直接触发了网络狂潮，让一个本无公关经验的农村老妇人成为舆论靶心。更不巧的是，这一切发生在婆婆第一次直播卖货的节点上，非常容易被网友误读为蹭热度或公然打击报复。虽然老李很快意识到是误会并道歉，但行为本身已无法撤回。因此，老李最大的错误在于情绪化操作，没有审慎查证事实，也没有顾及行为后果。3、道德层面，有错，但属于轻度过失。老李是否故意伤害婆婆？答案是不是。他并未在言语上侮辱婆婆，没有做出人身攻击，也并未组织网暴。他唯一过界的是选择了极具象征意味的下跪方式，并使得事件扩大化。但这不是蓄意为恶，而是情绪失控下的轻度过失。他信错了线索，他低估了自己的影响力，他没有考虑婆婆的年纪和公众处境，他没有通过私下沟通验证情况。但他在发现真相后，第一时间认错致歉，说明他并非固执不认错之人。4、情感层面，被家庭推着走，是无力型丈夫的真实写照。必须说明的一点是，老李在这场事件中并非主谋，而是执行者。他之所以下跪，是因为他的现任妻子要求他这样做，而老李一贯在感情中表现为顺从、顾家人让。在视频圈内，很多人都知道老李特别听老婆话，这既是一种性格，
也是一种压力。我们不能因为老李听妻子的，就否认他的个体责任，但也不能因为行为激烈，就忽略他情感被裹挟的现实。5、公众人物责任层面，有错应更自律。老李已不是一个纯粹的个人，而是一个拥有100万粉丝的内容创作者。在这一身份之下，他的言行具有舆论引导力，甚至具备一定道德影响力。因此，他更应该做到情绪稳重，验证信息，避免道德施压式表演，不轻易带动网友情绪攻击他人。下跪这种强烈象征性的行为，本不应出现在公众场域，尤其是未经查实的情况下。这说明老李在职业素养和舆情把控力上仍存在短板。公众人物需为自己的影响力负责，老李这一点做得不够成熟，却有错。